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6月12号。昨天视频是跟朋友们分享，目前市场的结构有可能就类似比特币在2019年跟山寨币的一个结构。比特币在整理，但是很多山寨币是最终在破了19年的这一个低点。也有朋友在讲，现在不像15年的结构嘛，就是我找不到15年的山寨币它的历史图形。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代码在评论区打出来，等下来跟家人们讲一下。就是这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为什么还是在看涨这个比特币？包括手上 15K 的多单，目前也是在持有。等下来跟大家讲解，包括日线以及4个小时的一些技术形态。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由于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周线的这个图形，现在很明显感觉几个高点连起来的高点跟比特币周线里面几个低点连起来的低点，就这2天有这么大利空情况下，很多山寨币是暴跌了 30%， 但是比特币 25K 是又踩了2只脚，而且2只脚昨天收盘是收了一根拇指线。那等下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日线的形态，只是这一个 Hassi Ribbon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还是不死叉哦。那我的观点，如果右侧的朋友，你不然先观察它这一个下降楔形什么时候能突破了这一个趋势的位置，到时候看要不要做追加，或者是就等这个 Hassi Ribbon 历史上每一次追加的买点，只要它有放这个 buy 的信号，在周线里面准确率是非常的高，追在这种高位的位置，一波涨幅也是有 60% 的利润。而且它在每一次出buy信号之前，它这个指标肯定会死叉，死叉的话才会有下一次buy的信号，所以目前是没有看到死叉。我的观点是，右侧的朋友已经讲了几天，一个是你去等3天的 DMI， 就昨天跟前天的视频，或者是不然就观察周线什么时候有死叉，现在是还没有死叉。那么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如说比特币在21年的高位，当时也是在21年的一波高点回撤的位置，它这边出现了一个死叉，后面追价的位置，后面它这个位置就开始出buy的信号。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历史上，只要每一次有出buy的信号追进去，利润一般都是相对比较可观啊。比如说在这个整理区间，它也是前面有出现过一个死叉，后面出了buy的信号，利润就非常的可观。包括疫情底部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边也是一样，前面有死叉，死叉完以后底部起来，低点不敢炒，那就等这种右侧的点位，这种就是右侧的点位，它只要周线里面 Hassi Ribbon 有死叉过，然后再出buy的信号，追加的位置就是比较爽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9年的底部也是一样，死叉完以后底部出的这一个 Hassi Ribbon buy 的信号，你直接买完就给我报到牛市的高位啊。包括2015年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看一下底部的区间是连续给了，就是长达半年的一个底部的区间，足够给了我们时间，3个buy的信号，随便怎么买，有可能买完就是给我耐心持有，特别是现货买完一定要持有住。所以包括我个人去年 15K 的多单，目前也是选择在持有，或者是可以观察一下16年的这个位置，也是buy的信号，前面有一个死叉的位置。所以我的观点是，不然最近右侧的朋友，你先观察什么时候它这个会不会死叉，或者是下一步如果是这个趋势突破的位置，有可能也是一个追加的位置，或者是最近短线的形态，我们要去观察一下最近美元的走势。我个人观点是在周线里面也是跟朋友们分享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整个美元指数长达10几年，04年、05年、06年的这2个低点连起来，这条环射的非常重的一个压力，11是在22年的高位，也是一直在猜美元的转折，有可能就是比特币的底部，从2万开始猜比特币的底部。那现在我个人观点就是这一个压力还是非常的重啊，未来的长线一定要去观察，只要有遇到这种压力，有可能它会走一大波的空头，或者是像这个位置是在2010年附近，也是一大波空头的走势，这是周线里面美元指数的空头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我个人观点还是一样，美元指数就是一大波空头的走势，现在利率是在 5.25 或者是 5% 的上发，
短线最近美元指数也是开始走 N 型下降的一个走势，高点在走低，高点在走低，低点在走低，是不是有可能加息就是接近尾声？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2天要留意的一个重点。明天晚上美国一个 CPI 要再公布，预测的一个数值是在 4.2， 不知道准不准，但是有看到晚上的一些报道，预测值是在 4.1 啊，我们去观察，有可能是在 4.2。明天晚上8点半的时候要留意，如果美国 CPI 会不会达预期，就算不达预期，我的观点是不重要，已经利空这么多了，比特币还是在守 25K， 或者明天晚上结束，然后14号的时候美国要公布利率决议，到时候会不会再加息25个基点，还是说就停止加息，个人是觉得不重要，尽量看空间。比特币自69000的高点下来，相信大家都是过来人，美国一路在加息，加息还能加到哪一个位置？我是相信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就是会停止加息，所以也是比特币这一个 25K 最近我是感觉守得非常的结实啊，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日线里面也是明显的观察高点高点高点，然后低点低点低点，它是有一个类似下降楔形，就是走到这个末端有一点收敛的一个结构。像这种形态技术派应该都知道，这种是一个看涨的一个形态，主力每一次刻意打压高点的点位都是不断的在压低，然后低点的点位现在 25K 也是守得非常的结实，有可能类似这种形态未来的一些位置我估计应该就是往上去看啊。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从日线里面的形态，很明显的观察一根下跌，第二根多方吞噬，然后这一根 K 线下跌的时候，昨天为什么又收了一个拇指线，而且是那么大的利空，很多山寨币在这一根崩盘的时候，比特币收下影线，第二根还能收出一根多方的拇指线。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位置，包括2021年的时候，当时也是有几个粉丝朋友一起掏顶在这个高位，但是也是粉丝提出来，它在上涨的末端是走了一个非常难看的上升楔形看跌的形态。这种形态是说明什么问题？上升楔形它是代表每一次高点都在走高，然后每一次低点压回的低点也是走成一个倾斜的一个低点的支撑，说明主力调整是空间不够充分，没有把那一些多方足够的就是在利用这种更低的低点把那一些多方给它洗下车，有可能就是主力不断的在拉高拉高拉高，然后有偷偷在出货的迹象。所以像这种位置，我个人观点就是现在是一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有可能也是说明主力不想拉得太高，然后每一次的低点感觉是又压得更低，就是有可能是偷偷在利用空间打压偷偷吸货的迹象。因为也是有朋友发现好像最近金鱼是有动向啊，或者是短线的走势，我个人观点还有一个压力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根 K 线跌的时候，这边不是有几根整理的低点，它昨天在反的时候，也就是4个小时里面，这边也是有一个压力区，或者是短线也可以观察一下，如果要上去必须要先过了这一个 26.2K， 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